帮我！女子娇媚的声音让身下黑色长袍的男子涨红了脸。放肆，滚！男子恼怒的吼声根本没让对方停下来，被撕烂的长袍紧贴的柔软，让男子一点点地沦陷在其中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果然身体才是最老实的。6年后，叶兰晨一只脚刚踏出雅间，一个身影冲了过来，将他衣领一扯，便被推了进去，一个后退，人倒在不远处的梨花木床上。帮我！这熟悉的如魔咒般的2个字让他下身一紧，慢了这半拍，竟被对方点了穴。当看清对方倾城的容颜，又是他。次日天未亮，叶若曦全身酸疼地从床上撑起来，看了一眼旁边还在沉睡的俊逸男子。真是疯了！我的人生也太儿戏了吧！哎呀，完了！6年前刚穿越到这儿就睡了一个男人，时隔6年回到京城旧戏重现，又是他。这时身边男子动了动，吓得叶若曦赶紧就冲到了窗户旁，而在跳窗的一瞬间，她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扒拉开衣裙，从荷包里拿出一张银票甩过去。兄弟，昨夜本姑娘甚是满意，这1千2赏你的，江湖再见啊！话落便消失在黑暗中。叶兰晨撑起来，拿起银票看了一眼，瞬间怒得周身散发着寒意，眼眸死死地盯着外面。女人一连招惹我2次还想逃，这次我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将你找出来。然而他刚准备起身，脑袋一阵晕眩，又重新倒了回去。这会儿他才猛然发现银票上竟然有密钥，他堂堂名震天下的战神竟然在同一个女人手中栽倒3次。京城某处，叶若曦蹑手蹑脚地推门进入古色古香的屋子，关上门，他刚准备松一口气，屋里突然一亮，让他猛地转过身。娘，你怎么不天亮才回来呀？现在还早呢，5更天都还没到呢。哎呀，宝贝，夜晚冷，出门要披上风衣，知道吗？这要是染上风寒啊，娘可就心疼了。小樱桃看着身上披反的风衣，娘，你的隐形眼镜又掉了，今日又去做什么了？啊？我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，不小心就掉了。你确定只是出去溜达了一圈，不是出去给我找后爹了？他这个母亲整天不让人省心，喜欢各种玩，还特别喜欢喝酒，偏偏酒力还不行，喝完整个京都都是他的。这还不算事儿，一喝完就喜欢调戏美男，这调戏美男也就算了，可他有高度近视，每次隐形眼镜一掉，看谁都是朦胧美，各种赏，最后一堆歪瓜裂枣找上门求收留，气得5岁的他差点英年早逝啊！娘呢？娘就是好奇，这皇宫的太和殿是不是真的连柱子都是黄金做的？我就找机会啊进去溜达了一圈，这溜达回来一高兴嘛，就喝了半杯酒。这喝着呀，回来就迟了。还别说啊，大宝贝，这太和殿里面呀，它是金碧辉煌的，可壮观了。皇上的龙椅呀，都是黄金打造的，还有那地砖也是黄金的。要是能挖一块做纪念，说到后面，叶若曦像个色批，想到那么多黄金打造的东西，眼睛贼亮，还偷偷咽了一下口水。看到娘亲不值钱的模样，小樱桃差点忍不住心梗。所以娘，您是如何进入太和殿的？哎呀，看来这事儿是终究瞒不住这大宝贝儿啊。哎呀，还是说了吧。当然这一夜涟漪的事儿得捂着。娘呢就是一时兴起去参加了科举考试，这没想到3元及第，捞了个状元回来。大宝贝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以后你娘我呀可就是状元了。娘，你这是欺君要砍头的。哎呦，三宝贝，你就放心吧，娘用的呢是你爹的那张脸，欺君呢也是你爹欺君。听到这话，小樱桃和小
麦兜对视了一眼，在心里默默为那个不曾见过的背锅爹点上3根蜡烛。可是娘，你就那么确定你做的那张脸是背锅爹的脸？说到这个，叶若曦抬了抬下巴，以她在现代看了这么多萌宝文的经验，和她这次一次中3宝的经历，加上3个宝贝中2宝3宝不仅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还帅得让人脸红心跳，那长相10有8九就是孩子爹的缩小版。所以这几年他外出都是顶着孩子爹那张脸出去招蜂引蝶。那左右我帮他生了3个这么好看的宝贝，那他给我背一下锅也不过分吧？哎呦，大宝贝3宝贝你们放心吧，就算不是也没关系啊，反正呢又找不到我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要去睡了啊，明天一早啊，这娘还得去状元游街呢。不说了啊。叶若曦倒在床上秒睡，小樱桃和小麦兜看见自己娘这个表现，简直是无语望天。叶兰晨醒来后，简单整理好衣衫，刚准备离开，看到靠近窗户的角落里有一个荷包，随后迈着长腿阔步上前，将荷包捡起来打开，里面竟然是录影以及一张脸皮，录影上写的是叶兰晨。这时门被敲响，叶兰晨将门打开，便看到一名太监。七王爷安康。进来吧。黄公公，你这是？七王爷，咱家受皇上指令过来给您送状元符，皇上还传了口谕，等状元游街完后，请您去趟宫里。一定是那个睡了我2次的女人，真是胆大包天，欺君犯上的一个。有劳黄公公了，对，我帮他只是想将他引出来。叶兰晨头戴乌纱帽，身着红袍，脸色黑沉的骑在绑着大红花的高头大马上，身后跟着长长的仪仗队，锣鼓喧天，街道两旁挤满了百姓。哇，状元郎好俊呐！状元郎，反正脸都这么好看，要是笑一笑，我得迷倒众生啊！眼见游街队快要结束，突然一个锦衣小公子冲了出来，直接拦在马前。叶兰晨最先反应过来，飞身下去将孩子抱起来。这一幕将所有人都惊艳到了。爹，小桃桃终于找到你了！这一声爹爹让叶兰晨瞬间石化，周边听到这声爹爹的人一个个瞳孔放大，特别是黄公公。这时小桃桃抬起那张巴掌大的白皙小脸，而那张俊逸可爱的小脸几乎长得跟身旁的状元一模一样。叶兰晨很快从那声爹爹中反应过来，看到他抬起那张精致熟悉的小脸，这张小脸为何长得跟我一样呢？想到什么，叶兰晨下意识伸手去掰扯他的脸皮。爹，疼！哎呀，小祖宗别哭，状元郎，你手轻点儿。黄公公看到孩子哭的那叫一个心疼，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当即将孩子抱起来。七皇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请您随咱家进宫面见皇上。说着也不等叶兰晨同意，抱着小桃桃拔腿就往身后的软轿跑去，那速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管孩子呢。当然要快点了，七皇子突然出现这么大个儿子，我不得快点抱回宫领赏去。黄公公不知道的是，坐上软轿的前一秒，原本还泪眼汪汪的小团子看着不远处9楼2层的窗户，抬了抬下巴，还顺便做了个鬼脸。而这一幕被叶兰晨注意到，他下意识顺着小桃桃做鬼脸的方向看过去，窗户本开着，叶兰晨看过来的那一刻猛地被关上了。不愧是战神王爷，太警惕了吧！不知此行二哥会不会遇到危险？三弟，你还是担心一下，等会儿如何跟娘解释他的状元游街已经被咱爹捷足先登了吧？姐，好像我才是弟弟。三弟，咱们一家人就属你最聪明，爹娘的智商都给你了，你为我们操一下心，不过分吧？皇宫此刻小桃桃就像挂件一样挂在叶兰晨身上，他掰都掰不开。放手！爹，小桃桃最爱你了，抱着你，小桃桃才觉得有安全感，抱着你，小桃桃就觉得自己拥有了全天下最好的爹爹。
小淘淘乖，马上就要到皇上的宫殿了，咱们得行礼，不能这样抱着。是啊，小世子，等会儿到皇上宫殿要好好行礼哦，行得好，说不定皇上会有赏的。这可是我心心念念了5年的爹爹，好不容易抱得美爹贵，我怎么舍得放手呢？有赏？赏何物？赏黄金吗？听说娘想要太和店铺的黄金砖头，不知道等会儿能不能去挖一块。这小子喜欢黄金。叶兰晨手中的动作比脑子更快，直接从怀里拿出一块金元宝，塞进小淘淘怀里。拿着，站好。看到金元宝，小淘淘哪里还顾着跟美爹贴贴。谢谢爹爹，小淘淘最喜欢这种金灿灿的玩具了。玩具？行吧，你喜欢就行。黄公公领着2人快到庆坤殿门口，便看到一身黄袍的少年皇上阔步走了出来。参见皇上。皇兄免礼。谢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小淘淘祝皇上长命百岁，龙威大振，宏图大展，天下安康，万事顺。这重重的磕头声，响亮的吉祥话，听得皇上顿时眉开眼笑。看到那张跟皇兄如出一辙的小脸，好孩子，小年纪就这么会说话，可比你爹这个闷葫芦好多了。皇上，爹爹不是闷葫芦，爹爹只是喜欢干实事儿，爹爹是天下最好的爹爹，他不闷，最爱的爹爹，那么好看，闷葫芦点儿怎么了？叶兰晨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还敢反驳皇上的话，不过不知为何心里竟闪过一丝暖意。哎呀，这就护上你爹了啊！好，你爹不是闷葫芦，跟皇公公去库房，里面的礼物随便你挑，挑完便跟皇公公去见太后和太妃啊！皇上真的能随便挑吗？随便挑，如果库房的看不上，只要是这皇宫里的东西你喜欢就可以拿。谢谢皇上，皇上你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皇上。原来你对谁都能夸，谁都是最好的事。看到小家伙那笑的眼睛都看不到了。哎呀，皇上你这是让老鼠掉进米缸啊！京郊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庄里，什么时辰了？有我的状元游街呀！穿着墨色锦衣，一脸无奈的小麦兜走进来。娘，昨夜你喝醉了，缠着你那5个美人要来庄子泡温泉，我和姐拉都拉不住，便只能依着你。好不容易拿下个状元，还想享受一把游街的乐趣呢，就这样做没了。喝酒误事啊！再也不喝了。晚上看着躺在床上睡姿一言难尽的小家伙，再看看他怀中抱着的金砖，这无法无天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？太和殿里铺地的金砖都敢搬？给娘金砖，我是娘最爱的孩子。娘？一定是她，她是我唯一碰过的女人。看来这女人当初是故意接近我的，2次的相遇还是她故意而为的吧？没想到她竟然这么爱我，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这女人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想着想着，叶兰晨突然觉得头痛不已。一旁的暗衣察觉到主子的异样，姐，可是头又疼了。去温泉池。叶兰晨几乎用尽所有的力气，才从嘴里说出这几个字。叶若曦今日郁闷了一整天，晚上穿着自制的比基尼跑去泡温泉，泡着泡着，想起隔壁家温泉池旁有葡萄。这个时候那边肯定是没人的，跑过去偷几颗，应该没事吧？书房，小麦兜正在整理今日各大商铺的账目，房门突然被推开。三弟，娘呢？快送他回京城！发生了何事了？隔壁山庄是咱爹的，咱爹呀将二弟带到山庄了，这会儿他们已经住进去了。不好，娘去泡温泉了，按他那贪吃的性子，肯定又要到隔壁偷葡萄了。话落，他已经动用轻功飞身往温泉池的方向飞去。温泉池
叶兰晨这会儿整个人泡在温泉里，额角溢出的汗让他脑袋的疼痛有所缓解。突然他耳朵微微一动，敏锐地睁开双眼，只见一个身影直接往他身上砸了下来，再是躲闪已经来不及，两人的唇已经贴在了一起。叶若曦猛地睁开眼，当看到眼前放大版的俊脸猛地从他唇边离开。这个男人怎么跟儿子长得一模一样啊？叶兰晨看到这张熟悉的脸，眼眸一暗，下意识捏紧了拳头。叶若曦被疼痛拉回意识，低头一看，神都傻了，那一双大手竟然在……流氓变态！叶兰晨才发现自己刚才捏紧的并不是拳头，而是……叶若曦打完只觉得莫名的心虚，赶紧转身想跑。这女人都爱缠我了，肯定是故意跑来勾引我的，说我是流氓，欲擒故纵了。叶若曦都快从池子里爬上来了，突然被抱住了腰肌，光滑的后背与硬邦邦的胸肌相贴。你想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你个大流氓！女人啊，招惹了我就想跑，我准了吗？我何时招惹你了？你别胡说八道！原主这个高度近视的，根本连人都看不清楚。要不是他这个北大高材生懂制造眼镜，他到现在还是个瞎子。所以他这会儿也不确定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孩子的爹。听到这话，叶兰晨将他的脸转过来，与自己对视。你想做甚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把控能力很差的，还很缠人。你这张脸绝艳惊人，要我把控不住了，我得缠你3天3夜。刚赶到假山，准备飞身上来的小麦兜被这一句话雷得脚步一顿。娘说的是什么石破天惊的雷语啊？见叶兰晨被自己雷到，这古代的女子都保守，眼前的这个男的一看就是个稳重的，听到我这么轻浮的话，一定会厌恶的将我推开吧。在叶若曦还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的时候，叶兰晨被他那得意的笑意给刺激到了，直接将人拥挤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难缠，3天3夜怕是不够吧，6天6夜如何？叶若曦笑容瞬间凝固，然而眼前的男人兽性已经被激发，根本没给他反驳的机会。他原本还想将戒指上的银针射出来，可男人好像知道他想做什么。温泉里儿童不宜的画面简直是让人脸红心跳。小麦兜早就拉着刚赶过来的小樱桃返回了住处。哎呀，娘都翻车了，不赶紧跑，还等着被发现吗？这场从未有过的博弈让叶若曦喊了足足3天，声音都哑得快说不出话来。6天了，可还满意啊？如果换作是平时，看到这样的美男，叶若曦早就垂涎3尺了。可被蛰伏了3天3夜，这会儿躺了3天，他都还觉得全身像被大车碾压了一样。什么美男，什么帅哥，都他妈的滚吧！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垂涎美男了，这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。不说话，那是不满意了，看来在下还得努力一下了。当那手伸过来的时候，叶若曦猛地一个鲤鱼打滚撑起来。满意满意，小女子甚是满意。这6天除了解决3级和洗澡吃喝，叶若曦都是在床上解决的。要她敢表现出不满意，再被困几天，她觉得自己真的会疯了。衣衫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可需要我帮你穿？说这话的时候，叶兰晨目光灼灼地盯着他。这6天将他这5年来的憋屈彻底报复回来了。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个清心寡欲的人，虽然5年前以及前天尝过开荤的滋味，可2次他都处于被动的状态，这对于常胜将军的他来说是何等的屈辱。可这6天他才真的尝到开荤的滋味，竟如此让他流连忘返。接受到叶兰晨那目光，叶若曦下意识的发颤。不需要，你滚出去，我自己来。这次叶兰晨没有为难他，毕竟他是很有信用的，说让他6天不下床，那自然得信守承诺。走出房门，叶若曦觉得自己的脚都在打颤。累死我了，这
个王八蛋伪君子！叶姑娘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现在过去吃吗？去吧，你们七爷可在。王八蛋，一定要让他伺候我吃饭。七爷刚有事出去了，说晚点回来。得，伺候计划失败。吃完饭，叶若曦就想着离开山庄，却不想刚走到门口就被暗衣拦住。叶姑娘，七爷吩咐您不能离开山庄。什么？这个王八蛋竟然敢囚禁我！好，很好，那我必然让他后悔将我留下来。在他刚准备转身返回时，那个女人是谁？她为何会在表哥的山庄？刚才这女的喊那王八蛋表哥，所以这是王八蛋的表妹。看到小表妹看自己的眼神，八成是将自己当成情敌了。郡主，这是七爷的贵客，七爷暂时不在山庄。哦，贵客？什么贵客？表哥刚班师回朝，哪门子的贵客？万一不敢搭话，毕竟这人他得罪不起。叶若曦本就想搞事情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。哎呀，原来是表妹啊！你表哥刚从我床上起来就去忙了，不知道表妹找你表哥有何事啊？不如这样，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呢，表嫂帮你传达。你放肆！表哥尚未成婚，何来的表嫂？你这狐妹子竟然敢胡说八道！来人，给我张嘴！流云郡主是偷偷过来的，只带了一个婢女，而这婢女听从指令，刚准备上前打人，小绿一个闪身，一巴掌将对方给打飞了。放肆！七爷的贵宾，区区一个婢女也敢打？叶若曦那刚抬到半空的手猛地顿住。这丫鬟可以呀，这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是个练家子。你这个狐妹子竟然敢让你的丫鬟打我的人，我看你这是找死！而小绿敢打丫鬟，却不敢打郡主，只能下意识将叶若曦护在身后。郡主那一巴掌将小绿半张脸都给打肿了，可小绿眉头都没皱，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叶若曦前面。小贱人，你马上给我闪开，不然你信不信我将你的衣衫脱光扔到乞丐窝里去？流云郡主还想一巴掌扇过去，被叶若曦一把捏住了。贱人，你放开我！叶若曦压根儿不理会他的话，直接用力，硬生生将对方的手腕给掰断了。小绿和暗衣直接傻眼了，这可是郡主啊！叶姑娘怎么？然而在两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叶若曦将流云郡主直接推给暗衣，然后拔腿就冲出门。告诉你们七爷，后会无期！等暗衣和小绿反应过来，人早就逃之夭夭了。京城叶府，叶若曦悄悄翻过围墙，进到自己院子里。然而门一打开，便看到一身高贵绸衣的继母孙氏，以及坐在椅子上一脸严峻的父亲叶帝师。你还知道回来？看到两人都在，叶若曦也懒得装了，往一旁的凳子上一坐。叶老头找我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成何体统！你看看你，做没做相？你母亲教了你这么多年的礼仪，你是一点没记住。夫君，你别怒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若曦丫头啊，她性格就这样，你再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眼下呀，还是先将重要的事情先说吧。1个月后是你与杨将军嫡子成婚的日子，这个月你给我好好在府上待着，要再敢乱跑，我将你腿打断。这杨将军的子嗣不是全都已经战死了吗？何来的嫡子啊？这嫡子啊，是杨老夫人过继的，以后整个杨家便是此嫡子继承。你嫁过去啊，便是当家做主的主母。你爹呀，可是全心全意的为你着想，所以你这次好好听话，可别再惹你父亲生气了。过继的嫡子，你说的是那个长得跟猪头一样，还满脸脓包的胖子啊？若曦丫头，那只是小时候，说不定人家长大了，样貌长开了呢。而且你也拒绝不了，这是你祖父亲自为你定下的亲事，杨老夫人去皇上那里请旨，让你择日完婚。这死丫头终于要嫁出去了，嫁出去，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了。哼，等她嫁的人一定要买多点鞭炮庆祝一下。好好待嫁，要是敢捅幺蛾子，我有你好看。哼，成婚那是不可能的，而且对方还是个胖子，我可是不会接受的。
然而今日他刚准备出门，便被告知杨家过来下聘，老爷请他去花厅。听到对方来下聘，叶若曦想到什么，突然唇角挑起，这是皇上的圣旨，要是真的抗旨，叶老头虽然是帝师，但估计也扛不住，所以还是让对方知难而退最好。去到花厅，便看到孙氏隔壁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，给母亲老夫人请安。这就是若曦啊，可还认得祖母？祖母在你刚出生那会儿还抱过你呢。刚出生的我连看人都看不清，他能认得吗他？我家若曦啊，当然认得老夫人呢。小时候还偷跑你家去玩，回来高兴的呀，几天都睡不着。哎呦呵，那是做了几天噩梦了好吗？哦，还有这事儿？是啊，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青梅竹马。老夫人呐，这成亲呢自然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这边呢有个特殊的情况，如果我说了您老人家能接受，那小女子便嫁过去给您当孙媳妇儿。要是您不同意的话，那咱们好聚好散可好？若曦，您好。若曦丫头，你说。老夫人，其实呢我已经跟别人生孩子了，孩子已经5岁了。叶若曦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母亲，我没有胡说八道，我真的生孩子了。当初我离开京城就是偷偷出去生孩子了。与杨少爷成婚，我自然是同意的，但是老夫人，你得答应我带孩子一起嫁过去，毕竟孩子是我拿命换来的。孙氏如雷轰顶，只觉得自己快要晕厥过去。这死丫头，这几年竟偷偷跑出去生孩子去了。叶若曦已经偷偷将身上特制的救心丸拿在手里了，要是老夫人气晕，她便第一时间喂她吃下。然而下一秒，老夫人的话让她猛地顿住。哎呀，那可真的太好了，这成婚就有现成的孩子，那是我们杨家的福气啊！若曦丫头，祖母谢谢你，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重孙。如果可以，可否现在让我看一眼孩子啊？这老夫人怕不是脑子不太清醒。然而不等他接话，老夫人突然想到什么。哎呀，看祖母这脑子，给你的见面礼都还没叫人搬进来呢。见面礼要搬的。于是乎，孙氏和叶若曦看到10个护卫搬了一地的箱子进来。哇塞，整整20箱！将箱子打开，让我家若曦丫头看看。老夫人一声令下，10名护卫一起动手。箱子打开的一瞬间，黄金，20箱竟然都是黄金！哎呦，谁家送见面礼送20箱黄金呢？老夫人，这都是给我的见面礼。是啊，若曦丫头可喜欢？如果不喜欢，我可以换成其他珠宝首饰。要是你觉得这不够，那我再让人抬20箱过来，家里还放了20箱准备给你的敬茶礼，我先搬过来也行，到时候敬茶礼我再准备。妈呀，这是踩了黄金窝呀！这哪家的见面礼敬茶礼是几10箱的黄金的？老夫人不用这么麻烦，这些已经很好了。我家若曦丫头能被您这么疼爱，可真是她的福气。但是这丫头有孩子这件事情，我们实在是愧对你们。你们真的不介意吗？虽说是我们若曦不对，但是如果你们介意这个婚事，我们就一起禀奏皇上取消，这样对两家都好。孙氏虽然跟叶若曦不对眼，但她怎么都是叶府的当家主母，叶若曦名义上的母亲。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我可不能被眼前的钱财迷惑，将叶若曦推进火坑。这个死丫头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虽然平时一直被她打压着，但是毕竟感情还是有的。叶夫人，我用杨家世代的荣誉保证，对于若曦丫头带着孩子一起嫁入杨家这件事儿，我是真的不介意，反而还很高兴，白得了那大个重孙。既然老夫人您不介意，那我也丑话说在前，毕竟这个亲事是你情我愿的，若曦也是我们老爷从小捧得手心长大的，若她在你家受了委屈，我们叶府断不会让孩子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受这样的罪。如若真有那么一日，还请老夫人
人同意，让孩子好聚好散。我们叶家永远是若曦的避风港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若曦只有和离和修复。正在对着黄金两眼发光的叶若曦，听到孙氏最后这句话，被深深的触动到了。杨老夫人也被孙氏这话给震撼到了，震撼她的不是和离与修夫这几个字，而是避风港3个字。而孙氏还是个继母，竟有如此的气度，愿意成为叶若曦背后的倚仗。叶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们杨家家训最严厉的一点便是不得纳妾，就连通房，我们杨家子弟都不允许有。虽然我们杨家只剩这唯一的嫡孙，但他依然得严格按照家训来做。而且若曦一进门，这管家权我便会交给他。到时候如果我这嫡孙让若曦受委屈了，你可直接休了他，让他净身出户。但我这老人家，你能不能别赶我出去，打发我到庄子给口饭吃就行，其他祖母没啥要求。哎呀，祖母，你说啥胡话呢？这是，你这么信得过若曦？若曦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孝顺您的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而且这杨老夫人听到自己有孩子，竟然这么高兴，那嫡子8成就是个不行的，不然哪有人愿意白捡个孩子回去啊？叶若曦越想越觉得自己知道真相了，所以这笔买卖不亏。在暗处看到叶若曦这不值钱的样子，小樱桃差点没气过去。三弟，你说娘她是不是疯了？姐，其实我觉得娘这次做的挺好的，嫁过去就能继承家产，这么好的买卖，谁不要谁傻呀？唉，可万一这是个狼窝呢？姐，这要是个狼窝，你觉得娘是屠狼的那个，还是被狼吃的那个呀？三弟，所以说还是你聪明，想得通透。你看着娘，我这就去查一查这杨家嫡子。说完，人便消失在屋顶。小樱桃一出现在杨府后门的胡同里，便引来了2个人贩子的注意。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从暗处走了出来，突然脚一歪，摔了下去，篮子里的果子洒落一地。那中年妇女还以为小樱桃会直接过去帮忙将果子捡起来，然而小樱桃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径直从她身边路过。小姑娘，麻烦你帮我捡一下果子可好？我崴到脚了。婶子，我娘说过，大人呢是不会向一个小孩子求助的，如果遇到了，那这个大人一定是坏人。所以你是坏人吗？这小姑娘怕不是脑子不太好使，哪有直接问别人是不是坏人的？小姑娘，婶子啊，不是坏人，婶子是这10里8乡无人不知的好人呐。要不你扶我一下可好？这果子婶子捡。婶子，你是不是想讹我？我没银子赔你的。中年妇女嘴角抽搐的厉害。怎么会？婶子是好人，怎么会讹你？我只是脚走不了了，想你扶我一下。不行的，娘说了，出门在外不能随便扶摔倒的老太太，我还是帮你喊雨灵卫吧。说着就转身走出胡同找人，吓得那中年妇女爬起来就跑，哪里还有脚疼的样子？然而中年妇人刚走到转角，只觉得脚突然一软，一头栽在了地上。这时小樱桃已经走到了巷口，刚好看到御林卫的人正在巡逻，他跑过去，关老爷，那里有人贩子要抓我。我说关老爷来了，他就吓跑了。你们几个马上进去查探一下。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出现这种光天化日拐孩子的，那就是他们御林军的失职。而且这京城都是达官贵人，不管谁家的孩子丢了，他们御林卫都麻烦。小姑娘，你是哪家府上的孩子？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然而不等小樱桃接话，小桃桃，小樱桃抬眼便看到叶兰晨那张貌若潘安的脸。完了，这是要在亲爹面前翻车了。叶状元，
这是你家孩子？劳烦您了。叶兰晨道完谢，便抱着小樱桃离开，一直回到杨府。小樱桃都没说话。可是不舒服吗？安姨，穿服衣过来。不用，我没事。幸好娘教过她如何变音，不然这会儿就穿帮了。怎么突然跑了？还换了女孩子的衣服？爹，我是故意换女装，看你能不能认出来的。没想到真的被你认出来了，你果然是我最爱的爹爹。听到这熟悉的3个最，叶兰晨放下心来。先去换衣衫吧，等会儿太祖母回来便吃饭了。太祖母，这里如果我没看错，是杨府呀。爹爹，我太祖母是杨老夫人，便是你的太祖母。你是杨将军府的嫡子。叶兰晨并没有说什么，让暗衣拎去换衣裳。这时杨老夫人一进府便喊着：晨儿，晨儿！祖母，你慢点。杨老夫人先进去喝了一杯水，然后一股脑的将刚才在叶府的事儿告诉叶兰晨。当听到祖母竟然同意让自己净身出户的事儿，他只觉得心梗。祖母啊，好像我才是你亲孙吧？哎呀，晨儿，祖母就是为了让孙媳妇安心嫁过来。你放心吧，你这张脸，孙媳妇疼你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让你净身出户啊？只要你养好这张脸，孙媳妇不会看腻你的。小樱桃被暗衣领到一个院子，他守着门口恭敬道：小世子，这是您的屋子，衣衫已经备好，是小的给您换还是我自己换？说完便进去将门给关上了。幸好我这张脸长得跟二弟差不多，不然让爹知道了我的存在，那可如何是好呀？没想到爹不仅是七皇子，还是杨府的嫡子。看来是当初杨府男丁全部战死后，前皇帝将爹过继到杨将军名下的。而这件事呢，属于密史，并也没传开。如今这算是明白了，为什么杨老夫人能接受娘带着孩子嫁过来了，感情这是知道孩子都是爹的呀。这样看来，也就娘还蒙在鼓里了。要不要告诉娘这件事儿呢？还是暂时不说吧，让娘自己发掘惊喜，不是更好吗？看娘翻车还是很开心的。很快，小樱桃假扮的小桃桃从屋里走出来。暗衣看到小桃桃这张脸，一时间有些微愣。小世子怎么看起来好像更精致了？但很快暗衣想通了，好几天没见，小孩子一天一个样也不奇怪，将小樱桃送到正厅。一去到正厅，小樱桃果然看到今天去送聘礼的杨老夫人。当看到小樱桃那张粉妆玉琢的小脸，杨老夫人顿时眼前一亮，健步如飞的来到她面前。这就是我的乖重孙。小桃桃给太祖母请安，祝太祖母健康如松柏，长寿无疆。这么好看，这么乖，这么会说话的重孙，谁能不喜欢呢？小桃桃，太祖母听说你喜欢金砖，这2箱送你，可喜欢？哇，虽说娘不缺钱，但谁会嫌钱多呢？这会儿他也不用学小桃桃了，全是发自内心的回道：谢谢太祖母，我喜欢，非常非常喜欢，下次请再拿黄金砸我吧，我乐意。好，下次外祖母给你打造黄金椅子。跟外祖母待了一天，小樱桃本想着晚上溜走的，可杨老夫人硬要拉着她要给她洗澡。太祖母儿大必母，使不得。这会儿屋里只有杨老夫人。你又不是男孩子，无需避太祖母。听到这话，小樱桃险些眼珠子都掉下来了。外祖母这是看出来自己不是男孩子了。太祖母亲手带大那么多子孙，又怎么会连你是男孩女孩都看不出来呢？所以小桃桃是弟弟，你是姐姐，对吧？哇，佩服，不愧是女将，竟一眼便看穿我的身份了。
太祖母，难道就不允许我见到爹爹开始就是女扮男装吗？他也挺好奇，太祖母为何这么断定自己就是姐姐。你这丫头倒是会套话。小淘淘见到你爹爹第一晚就缠着他给他洗白白，还要缠着他陪他睡。如果是女孩，你爹还能不知道？这做法确实很小淘了，难怪太祖母能看出来。这带过孩子的人确实很容易认出来我是女孩子。放心吧，这件事儿太祖母尊重你们的想法，不会告诉你们爹，而且适当的时候，太祖母还可以帮你们遮掩一二呢。太祖母这会儿就像狼外婆一样，让小樱桃无奈又好笑，同时也庆幸太祖母人真的是好。她也看出来太祖母是真心喜欢自己，而且这样也好，等娘嫁过来，她和三弟肯定要想办法进府的。如今太祖母知道了，到时候进府的事儿就容易多了。京郊山庄，叶兰晨死死地捂住脑袋，疼得在床上打滚，那仿佛被千只蚂蚁啃咬的疼让他生不如死。安姨赶紧将止疼药喂他，七爷您快吃下。然而药吃下，那痛感并没有减轻。李太医您快想想办法呀，再这么下去七爷如何扛得住？七皇子这病我真的没办法，如果加大止痛药的药剂，时间一长，七皇子更加熬不住了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七爷被折磨疯吗？眼下除了找到天下第一神医鬼手大人，别无他法。我马上去悬赏万金，继续找人，你看着点七爷。安姨刚离开，一名黑衣人飞跃到屋顶，对方拿开瓦片，原本还一脸笑意，当看到躺在床上痛苦敲打脑袋的男人，眉头顿时一紧。这时李太医无计可施，拿着银针就要扎进叶兰晨的穴位，突然一根银针射过来，将他的针给打掉。何人？只见一名黑衣人从天而降。你刚才那一针扎下去，他便会直接的气孔流血，这个不宜马上施针，2个时辰后到温泉池领人。黑衣人将叶兰晨抱起，几个飞跃便消失在屋子里。李太医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以黑衣人那神出鬼没的能力，如果真的是想害七爷，不可能跟他废话，所以他这会儿异常冷静。想到刚才那银针，他赶紧去找，很快便在梨花木上找到，是金针，神医鬼手的特殊标志，七皇子有救了。温泉池，黑衣人将人扔进温泉池，这会儿叶兰晨还是有意识的。你是何人？救你的人，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听话。这熟悉而陌生的话让叶兰晨有一丝呆滞，但身上的疼痛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机会。对方先给他喂了一颗药，随后双手放在他后背，按压住他穴位，后面就是施针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叶兰晨从全身燥热变得一点点冷起来，而头上的疼痛也逐渐减轻，直到痊愈。明日丑时在这里等我，一次诊费10万两黄金，明日准备好20万两。话落，人便消失在黑暗中。他都还没抬头看清楚恩人的脸，对方便离开了。但对方的话他还是听得一清二楚，所以在暗衣过来的时候，他便吩咐他去准备好黄金。隔壁山庄，黑衣人飞身回到屋里，换上一身淡蓝色缎裙，便前往书房。书房里，小麦兜刚收拾好账本，便看到母亲进来了。三宝贝，怎么又这么晚啊？小孩子熬夜太多会长不高的。娘，你自己的产业不管，全部让我一个人管，这夜还不是你让我熬的。哼，我就是一个工具人，娘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搬，每次一时兴起开的店，后面都当甩手掌柜了。哎呀，三宝贝啊，都是娘的错。这样娘改天呢再去物色一些得力的管事，让你以后彻底的放手啊。对母亲的话，小麦都是一个字儿都不信，可没办法呀，谁让这是他的母亲呢？自己的母亲就是得自己宠着。对了，三宝，娘问你件事儿，之前娘制出来的傀儡香你都卖给谁了？小麦都没想到娘会突然问起这个。傀儡香一颗卖给了当今丞相，一颗给了干爹。你干爹要这个来做什么？娘，这是你自己给的呀，你不知道了？叶若曦这才想起来，当时他刚制出来，陆逸轩便问他要一颗，因为对他的信任，所以当时并没有多问。对了，娘，干爹来
信说3天后到京城，让你准备好欢迎仪式。啊，真的？那娘要好好的准备欢迎仪式。叶兰晨换上一套黑色锦衣，又恢复了翩翩公子该有的气质。这会儿站在那里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安一带李太医走了进来，李太医把完脉后，恭喜七皇子，体内的脉象确实有所好转，不愧是神医鬼手啊！有他出手，七皇子必定能恢复。李太医，你确定那真的是神医鬼手？是不是真的？过几日便知晓。李太医，说说你对神医鬼手了解到的所有信息。神医鬼手是历史上第一个名震天下的女医，她一开始是治疗眼疾传出名气的。她制作了一种能放到眼睛的药，那药非常神奇，一放进去眼睛就能看清了。可那药睡觉的时候要拿出来，醒来再戴上。对了，去年皇上也花了重金向神医鬼手买了那药给太后娘娘。神医鬼手不仅治疗眼疾厉害，他还能将断掉的手重新接起来，那手修养好还能恢复如初，还有很多疑难杂症，反正就没有神医鬼手治不好的病。不过他的诊金比较贵，而且越富有的人家他收费就越贵啊。对了，他收诊金必须要是黄金，不付黄金他便不会出诊。女医喜欢黄金，难道刚好这么巧？叶若曦如约而至，她站在假山上，便看到袒露着上身泡在温泉池上的叶兰晨。在雾气的渲染下，叶兰晨坚挺的胸膛显得越发诱人。这一刻，叶若曦承认自己被诱惑到了，能跟这样的尤物待了几天，自己也不算亏了。叶若曦唇角一挑，看来是时候报一下这几天的仇了。他一根金针飞过去，叶兰晨敏锐地睁开那双深邃的眼眸，手利索的一抓，便将射过来的金针拿住了。神医来的可真准时啊！反应能力可以啊，拿着眼罩戴好，到毯子上躺下。接住对方扔过来的眼罩，叶兰晨没多想，戴上便从温泉池中起来，躺在毯子上。叶若曦走过去，看到那精壮的胸肌，眼眸亮了亮。这王八蛋的身材可真好啊！这美男在眼前，我摸一摸不过分吧？然而他的手比脑子反应更快，直接上手了。施针之前要疏通经脉。于是乎，美若其名的好好享受了一下手感。叶兰晨如果没戴眼罩，便会看到某人此刻就像只色狼一样盯着他。叶兰晨被摸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很快他也没心思在乎这件事儿了。叶若曦一针下来，他的头突然钻心的疼。放轻松，一开始是会疼，后面就好了。果然，不久叶兰晨的疼痛缓解了。疼过后，他只觉得自己全身从未有过的轻松，而这会儿他明显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。这时叶兰晨感受到一只手正一点点的往下勾勒自己的胸膛，一瞬间身体的异样袭来，惊得他下意识想起身，然而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。又被点穴了，你想做什么？为何我现在动弹不了？针刚拿开，是这样的，放心吧啊，很快就好了。说完，叶若曦的手越发放肆起来，有仇必报是她的生存理念。哼，那6天的事儿可没那么容易过去。哼，今夜就要让你看看敢囚禁我的后果。也就是一瞬间，一个大包起来了，叶若曦那手猛地顿住，果然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这么快就被撩到了。这叶先生，你这定力可不太行啊，对这一个陌生人怎么能随便的点头呢？难道不是你想勾引我？所以你这么容易就被勾引？家里岂不是满屋子的小妾？哼，要是这个王八蛋真的是这样的人，那我不介意把你给废了。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跟诸多女人共同用这王八蛋，他拿针的手就有点控制不住了。本少爷只拥有过一个女人。啊，一个？那就是我了。很好，没有跟别人共用。不错，本神医呢可不会救滥情的人，看你人品还可以，本神医赏你一颗药吧，保证让你全身心的舒适。说着往他嘴里塞了一颗药丸，喂完药，叶若曦便转身溜了。然而还没分身越过假山，一只大手紧紧地将他的腰际抱住。叶若曦猛地转过身，一看傻眼了，刚才明明还躺在那儿的男人，此刻竟然出现在他身后抱着他，一个完美的飞跃。叶兰晨将叶若曦抱下来，将人抵在光滑的石壁上。
你竟然冲破了穴道，你不要命了！叶若曦鲜少遇到这样不要命的，这会儿急得她连声音都忘记伪装了。叶姑娘，为了你我这条命不要又何妨？你早就认出我了？咱们亲密无间了6日，你身上的每一处细节我都清楚。而他这会儿穿的是紧身夜行衣，两人贴近的那一刻，感受到叶兰晨身上的异样时，那6日的疯狂在这一刻直接撞他的脑门。不行，不能再见狼我。今天给他吃的药是为了报仇的，我不能自己栽在自己手上。然而他高估了自己的同时，也低估了叶兰晨的能力。如果叶若曦知道叶兰晨就是名震天下的战神七皇子，他今日是必定不会招惹他的。可没人告诉他呀，包括他3个宝贝儿。对于叶兰晨来说，叶若曦就是那兔子，这兔子进了狼窝还能逃吗？那自是不能的，原地吃干抹净是必须的。太可怕了！叶若曦第2日晚上才从山庄离开的。真的是出门不利呀！神医马甲掉了就算了，还把自己搭上去了。2日后，城门口数十名俊男美女穿着艳丽，排成2排站在两边，那阵仗看得官兵都目瞪口呆。城门是不能随便聚集的，官兵刚要过去将人驱赶。官爷，我们少爷呀，几年不曾回京了，我们这些仆人过来迎接一下，还请您通融通融。你们随意，只要不影响出行便可。城外一风度翩翩的白衣公子拿着一把折扇从马车上下来，看着城墙上的金漆大字，心里五味杂陈。6年前狼狈的离开，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踏进这片土地，没想到6年后回来了。陆逸轩带着书童，迈着稳健的步伐踏进城门。然而刚进入到城门口，城门口站着数十名俊男美女，齐齐鞠躬。陆爷好，陆爷好，陆爷好，欢迎陆爷回家。陆逸轩看着站在最中央的俏丽身影，脸上的笑意几乎掩盖不住。叶若曦走过去，哈哈哈，轩轩，欢迎回家。在家脸上的肉都没了。哎，轩轩啊，自从你的婴儿肥没有以后，你就越发的俊了。好，你的夸赞我收到了，快带我去见3个宝贝。半年不见了，希望我还是小桃桃最爱的干爹。放心，你永远都是小桃桃的最爱。哎，晚上再见吧，我得给你送见面礼呢。先回陆府。好。城门口的事儿很快传遍全城。当一辆装满大箱子的马车在兵部尚书府门口停下来的时候，门丁看到这阵仗，赶紧冲进去找管家出来。管家是后来新来的，他根本不认识陆逸轩，这会儿得知消息，匆匆赶来。你是何人？我们的逸轩公子早在6年前便去世了，兵部尚书府可不是你行骗的地方。来人，将人全部送去衙门。然而管家的话说完，那些护卫刚要动手，给我掌嘴！陆尚书的嫡长子回来，这些狗奴才不热烈欢迎就算了，还敢冲出来冲撞主人！看来你们现在的主母很会调教你们这群狗奴才啊！陆尚书的继室苏氏听到消息，急匆匆的来到门口。哼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陆家的人！然而他踏出门看到陆逸轩的时候，脸色顿时煞白。不可能，他明明摔下了山崖，怎么可能会活着？夫人，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人，竟然敢冒充已经死去的大少爷，还将我们都控制住了。放肆！你们简直目无王法，竟敢来兵部尚书府撒野！来人，将他们全部抓起来！然而他就算喊也没用，后面陆续走来的护卫一个个还没等动手，就被叶若曦的一包药粉全部迷倒下了。你们怎么敢？轩轩，这人是谁啊？你家怎么有长得这么丑的女人啊？不认识啊。听到两人的话，苏氏气得差点原地去世。宝贝们都干活吧啊！把不认识咱们陆大少爷的全都给我绑起来，等兵部尚书回来统一发落。陆逸轩只是看了叶若曦一眼，叶若曦便明白他眼中的意思，直接吩咐人将这些不听话的仆人全部送到大理寺，包括他的继母。将人送走后，陆逸轩脸色平静地走了进去，没人知道他内心是如何连绵起伏。6年了，我回来了。这一次必定让所有欺压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皇宫，皇上听到皇公公禀告这事儿的时候，叶兰晨也在。
当真，逸轩回来了。陆逸轩曾是皇上的伴读，他与皇上还有叶兰辰亦是年少好友。哎呀，皇上这100个胆子，奴才都不敢说谎啊！陆公子还是叶帝师嫡女亲自去迎的，叶姑娘还以自己的雷霆之手，将半个兵部尚书的仆人全部送进了大理寺。哦，没想到朕未来的皇嫂竟还是个妙人，那看来今晚的晚宴，朕得去会一会这个皇嫂了。皇上，参加晚宴这件事情，太后未必会同意的。因为皇上有一次在宴会上差点被行刺，自那以后，太后便再也不让皇上出宫参加宴会了。回想往事，皇上还笑道：皇兄，换做以前，母后确实不会让朕去参加宴会，但眼下国泰民安，还有你在，母后早就对朕放手了。加之这么多年，京城都不曾办过大型的宴会，眼下陆府举办如此重大的宴会，朕与你过去凑凑热闹。叶兰辰还在犹豫，皇上继续说道：皇兄，这场宴会可是皇嫂主办的，你难道不好奇皇嫂为何会跟逸轩走在一起？还有小桃桃这会儿就在宫里，你难道不想带小桃桃出去亮个相？说到后面，叶兰辰心动了，因为按照黄公公说的，叶若曦跟陆逸轩的关系看来很不错。那又如何？我跟若曦都有儿子了，而且不久就要成婚了，所以带着儿子过去亮一下相不过分吧。兵部尚书回到陆府，看到门口张灯结彩，一时惊住了。门丁看到陆尚书，赶紧迎上前去。恭喜老爷，大少爷回家了。陆尚书阔步走进去，当看到站在那里的陆逸轩，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，冲上去一把将他抱住，那张沉稳却带着些许沧桑的脸，竟然流下了2行泪。回来了就好。陆逸轩永远不会忘记母亲意外身亡的2个月后，他才匆匆回来听舅舅说是意外，他信了。舅舅说让他娶继室照顾他，他也听了。所以如今面对父亲，他能做到的也只有维持表面的恭敬。父亲，苏氏与方向阳陷害我母亲的相关证据，我已经送上大理寺。怎么可能啊，轩儿，你是不是对你舅舅有什么误解？你舅舅从小就对你很好，他不可能。真不知道陆尚书是如何做到现在这个位置的。堂堂兵部尚书，元妻保护不了就算了，连个几岁的孩子都护不住，难道不觉得讽刺吗？陆尚书难道不知道我那所谓的外祖父宠妾灭妻，还是不知道那个所谓的舅舅跟母亲根本不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？不过也是，你心系百姓大业，这些你确实不知道，你也无需知道太多，等着大理寺审判便可。留下这话，陆逸轩便转身离开，返回自己的院子。陆逸轩还没反应过来，突然冲出来2个身影。干爹！看到小樱桃和小麦兜笑意盈盈地跑过来，陆逸轩赶紧蹲下身。小樱桃、小麦兜可有想干爹？自然是想的。哎，小桃桃呢？干爹，小桃桃在爹爹那儿。小樱桃微叹了一口气，她觉得自己这一天天真的是过得惊心动魄的。为了不被爹爹发现，她在杨府待了半天，就跟小桃桃换过来了。你爹爹知道你们的存在了？暂时只知道小桃桃，不过娘不知道小桃桃跟爹爹在一起。你们几个小鬼竟然偷偷认爹了，就不怕你们娘知道修理你们一顿？干爹，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我们还是能瞒娘一段时间的。过灵尽快，到时候你娘生气啊，可别来找我啊。放心吧，到时候娘真的生气，也有爹顶着呢。娘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要嫁的人其实就是爹呢。晚宴开始前，叶若曦拖着陆逸轩出来迎客，看到陆逸轩，陆尚书走过来。轩儿，之前是爹不对，等会儿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你道歉。说完，不等陆逸轩接话，他又返回去迎客了。有人迎客，也就没叶若曦什么事儿了。他主要是不放心他的轩轩而已。然而他刚准备去吃点点心，突然冲过来一个身影，叶若曦反应极快，闪到了一边，人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摔了下去。叶若曦灵机一动，直接往对方身上倒去，反正有个人肉垫子，摔一下又不疼。叶若曦这么一摔，只听咔的一声，骨头断裂的声音，以及对方杀猪般的惨叫声。若曦，你没事吧？陆逸轩本就在不远处，将刚才的事儿看得一清二楚。没什么事儿啊，就是这位姑娘太瘦了，摔得我胸疼。你这个无耻的贱人，你撞到了人，竟然还敢说这样的话！陆少爷，你是这里的主人，你得让这个女人给我的丫鬟一个交代。哎，我说这人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啊？都断了一只手了，还敢在我面前撒野？哼！
果然呐，这白莲花都是越挫越勇啊！来人，将闲杂人等丢出去！护卫刚要动手，放肆！我可是流云郡主，我看谁敢动我！郡主又如何？反正我又不认识。流云郡主没想到自己都报出身份了，陆逸轩竟然毫无反应，气得他差点吐血。而这时他瞥到门口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顿时一喜，飞身冲去门口。表哥，表哥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那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贱人，上次在你的山庄就将我的手给掰断了，这次竟然又打了我的丫鬟。表哥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什么？竟然是这个王八蛋！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表哥怎么给他的小表妹做主了。你给我等着，看我表哥怎么收拾你！哼！你是何人？表哥，你不认识我？我为何要认识你？表哥，我是流云啊！你小的时候还带我一起玩过呢。你忘记我了吗？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喜欢了这么多年的表哥竟然不认识他。忘了。听到后面，叶若曦直接笑出声来，而一身简约黄袍的皇上让他的笑容瞬间消失。谁能告诉我为何皇上会出现在这里啊？要是知道皇上也过来，打死我也不敢笑得如此魔性啊！这太丢人了！这王八蛋一定是故意让我出丑的。一句话没说，锅都已经甩过来了。陆逸轩看到皇上，显然也是一愣，当即要跪下来行礼。叶若曦自然跟着要跪下。逸轩，叶姑娘免礼，朕此次微服出行，还望二位保密。皇上，请一步小的院子。看到幼年时的玩伴，皇上还是挺高兴的，但他此次主要想过来看看皇嫂，所以目光更多的是放在叶若曦身上。一到院内，便主动搭话：叶姑娘，师母身体可好？叶帝师是他幼时老师，博学多才，很让皇上敬重，所以皇兄向他要择日完婚的旨意，他毫不犹豫答应了。回皇上，母亲身体很好，能不好吗？天天被夫君滋润着，哈哈，爹看起来每天都板着脸，一副禁欲的模样，实际夜里浪得很呐。初次见面，朕没准备什么见面礼，简单送你点金元宝好了。皇上话落，王公公笑着将一匣子的金元宝送到叶若曦面前。这皇上可太会来事儿了，一见面就送金子，那我怎么也得投桃报李不是？谢皇上赏赐。皇上，臣女有一单买卖想跟您谈谈，不知您可有兴趣啊？哦，是吗？叶姑娘请讲，朕洗耳恭听。叶若曦没想到皇上这么好说话，她看了周围一圈，发现周围很多护卫，皇上顿时了然，立即吩咐所有的护卫出去，只留下叶兰晨还有陆逸轩。叶若曦并没有阻止叶兰晨留下，毕竟这是皇上，身边肯定需要留下一名护卫的。左右，叶兰晨也发现了自己的神医马甲。叶若曦要与皇上说的是开眼镜店的买卖，在现代，眼镜生意简直是暴利，在这个科技不发达的古代，更是能卖出天价。这眼镜店自己也可以开，但制眼镜的技术被人学了，后面自己肯定会有很多的竞争对手。可如果跟皇上合作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可是皇商，皇商就相当于现代的国企，而且他要成为皇商，眼镜只是第一步，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通过皇上的手开发出来，而且他只想动动嘴皮子。叶若曦耐心地跟皇上解释了近视、远视这些症状的区别，然后拿出自己随身带的墨镜，让皇上试试直视太阳。皇上戴着太阳镜出去，抬头一看，太神奇了，戴着这个眼镜竟然真的能直视太阳了。用太阳镜的百姓呢还是比较少的，近视眼镜和老花眼镜才是最多人用的，到时候这两款直接量产便可以。皇上这会儿看着这精致而奇特的太阳镜，仿佛已经看到无数的银子在跟自己招手了。叶姑娘，这买卖就让你主导，朕安排户部尚书配合你，你需要做什么直接吩咐他便可，至于那个分成，你看多少合适？皇上，物料、店铺、人力都需要你们出，我呢只是出构思和技术，我吃亏点，扣除成本之后拿5成吧。所以在你不吃亏的情况下，你想拿几成？叶兰晨有些好笑的看着眼前胆儿肥的姑娘，叶若曦抿了抿嘴。按照我这几年谈买卖的习惯，我一般都是拿7成，别人拿3成。既然这样啊，皇上，我觉得还是按照叶姑娘平时的习惯来，她拿7成，你拿3成，毕竟皇上这么大气，总不能让叶姑娘一个小女子吃亏是吧？这王八蛋有这么好心，居然帮我多争取2成。这两人确定不是在唱双簧？禽兽！
说的是，朕自然不会让叶姑娘吃亏的。那就叶姑娘7成，朕3成，2成啊！这眼镜以后肯定要暴利的，这多2成得多多少银子？自家皇兄媳妇儿都还没娶回去呢，就已经护上了。我能怎么办呢？爹爹，你看我出去溜达了一圈，都收到了什么？当看到小跑进来的小桃桃，叶若曦顿时傻眼了。皇上和叶兰晨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叶若曦便消失在大伙儿面前，而刚跑进来的小桃桃也跟着不见了。怎么回事啊，小桃桃？你怎么会突然跑出来啊？不对，你为何会喊爹爹啊？你喊谁爹爹了？看到叶若曦，小桃桃惊得手中的盒子掉在了地上，这么一掉，盒子里面的东西摔落一地。叶若曦下意识地看去，便看到一地的黄金首饰。小桃桃，你这是去打劫回来了？娘，这是我出去溜达了一圈，那些叔伯阿姨们送给我的，他们都说我长得好看，而且会说话，这都是他们给我的见面礼。娘，这些都送给你，我继续出去溜达一圈，等会儿收到黄金首饰再拿过来送你。小桃桃准备将刚才的事儿给忽悠过去，然而叶若曦并没有如她所愿。小桃桃，你的狐狸尾巴一翘，我就知道你想做什么了，还想把事情忽悠过去，真当你娘很好忽悠吗？娘，你说什么忽悠？我刚才明明喊的是干爹，我忽悠你啥了？叶若曦似笑非笑，不知从哪儿拿了一条棍子出来。小桃桃几乎是秒怂，3两下就将那天状元游街跑去认爹的事情给说了出来。小桃桃，你说那天的状元游街是你爹去的啊？这事娘不知道吗？精明的眼瞳顿时闪了闪，脑袋瓜子快速转动，随后赶紧说道：娘，说来也奇怪，爹身上有你去参加科举的路引，那天黄公公去酒楼找到他的，当时科举留的地址正是爹所在的地方。我问过爹，但一问到他为何会在酒楼，爹就很生气，我便不敢再问了。听到这话，叶若曦顿时警铃大作。等一下，路引酒楼，叶兰晨是那晚的男人。哎呀，难怪这个王八蛋一看到我就恨不得将我咽进肚子里，原来是我睡了他2次。所以那6天就是那王八蛋对我的报复。现在想想，好像不能生气了，毕竟是我睡他在前，他报复我在后嘛。不过这会儿他还是挺心虚的，担心3个孩子知道自己夜不归宿，又睡了他们爹爹的事儿，所以也不敢深究。二宝贝啊，你认了爹娘不阻止你，但你一定不要让他知道你姐跟你3弟的存在，不然他要将你们全部都抢走了，娘怎么办啊？对于小桃桃认爹这件事儿，他也是担心叶兰晨将小桃桃抢走，可小桃桃在梦里都想要找到亲爹，这会儿被他找到了，他自然不会阻止他们相认，只不过现在他对叶兰晨还不够了解，贸然被他知道3个孩子的存在，按古代的古板思想，肯定会是要求孩子认祖归宗的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爹爹知道姐姐跟3弟的存在。小桃桃，娘，爹来找我了，我先出去了。看到小家伙这开心的模样，叶若曦顿时有些愧疚。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，母爱重要，但父爱也一样重要。虽然陆逸轩这个干爹给了几个孩子无限的疼爱，但父亲就是父亲。叶若曦没有过去，在里面看到叶兰晨将小桃桃抱起来，那一脸柔和的模样让她觉得有些恍惚。小桃桃不知道跟叶兰晨说了什么，两人很快离开了。陆逸轩走了过来，西西，有考虑过跟叶兰晨成婚，让3个孩子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吗？轩轩，不用多久我便要跟杨府的嫡子重婚，我的孩子一样也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至于叶兰晨，他一见他便知道他应该身份不菲，说不定是那种规矩多多的大家族，这要是嫁过去还得被婆母立规矩，他才不要呢。可嫁给杨家嫡子就不一样了，嫁过去就当家做主，而且还不介意自己带孩子，重要的是给的实在太多了，他真的很难拒绝呀。好了，不说我了，接下来你如何打算啊？要想将你外祖家彻底弄垮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权力。我交给你的火药制作，你可以考虑用上了，只要你能制出威力十足的火药，便能得到官职。西西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明知道火药的制作对整个东来国都非常重要，如果你利用火药跟皇上搭上关系，不比眼睛好？因为你值得啊！跟皇上搭上关系有很多种办法，但我们轩轩只有一个呀。陆逸轩看着眼前桃腮带笑的女孩，很想
想抱一抱她，可他知道她即将要嫁人了，她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。你呀，每次都这样，你让我如何报答你啊？努力的升官发财，成为我和孩子们坚强的后盾，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好，我努力升官，成为你们的后盾。叶兰晨重返，将两人后面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一时间醋意横发，快步走过去。陆公子，原来你在这儿，皇上请你过去呢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叶姑娘可要一起？陆公子快点去吧，本王还有些事情要跟叶姑娘说呢。陆逸轩深深看了叶兰晨一眼，随后再看向叶若曦，才点头离开。本王，你是王爷啊？陆逸轩前脚一离开，叶兰晨便一步一步靠近，叶若曦直接被迫退到墙壁上。他还以为自己会撞上那凸出来的装饰物，却不想叶兰晨直接将他抱住，一个转身，用他自己的身体抵住了身后的墙壁。本王便是七皇子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战神七皇子？百姓确实都称我为战神，但本王现在还有个新身份——三元极地状元郎。这话让叶若曦脑袋嗡嗡作响，此时此刻他只想遁走。我不是疯了，我怎么得罪了个最不能得罪的男人呢？战神和皇上是他最不能得罪的，他一直告诉自己，要想在东来国混得风生水起，看到这两人一定要好好供着，可不能给自己找罪受。可他在做什么？直接将战神给得罪彻底了。这可是战神啊，睡了2次就算了，还生下了3个孩子。看着叶若曦一副呆滞且带着一丝慌张的小表情，叶兰晨内心很满足。他看着眼前这张倾城的脸，喉结动了动，那微微咬紧的红唇仿佛带着致命的诱惑。向来自制力极强的叶兰晨这会儿也不知为何直接贴了上去，突然的柔软让叶若曦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想将对方推开，奈何这强劲的体魄，他这小身板只是在给他挠痒痒。可他反抗了一次，见反抗失败，干脆化被动为主动，直接上下其手，主打一个反手为攻。反正都睡了2次，再睡1次又有何区别？看来这笨蛋真是爱藏我了，原来一直是在欲擒故纵。既然这样啊，那要是现在如了他的愿，后面我还哪有威严？这般想着，他一把将对方推开，一副玩味的模样。晚上来山庄。说着潇洒的转身离开。看到对方离开，叶若曦顿时挑眉，果然被他猜对了。切，开玩笑，还去山庄，逃都来不及了。从屋里出来，叶若曦便去参加宴会。这次宴会很是盛大，加上皇上也来了，而且皇上如今17岁，后宫也未曾有妃子，带了女儿过来参加宴会的都蠢蠢欲动。于是宴会直接成了才艺大比拼。最先站出来的是陆尚书的嫡次女陆兰芝，也是陆逸轩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邀请大家一起作画，时间限定在2刻钟。听到她的邀请，好几名姑娘眉头蹙紧，一名穿着简单蓝色衣裙，个子高挑。哈哈，赵一鸣，你笑什么？谁不知道你陆兰芝是天下第一丹青大师江南沐雨的徒弟？你让大家跟你比丹青，我摆明想自己在皇上面前出风头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着这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嘛，提议找点大家感兴趣的事情一起玩一下，大家开心开心而已。哼，口是心非。那你怎么不提议射箭、舞剑？陆兰芝气得差点绷不住自己淑女的形象，粗鲁至极。赵姑娘，这是宴会，不是军营，谁想看你舞剑射箭啊？就是呀，女孩子家家的，谁舞剑啊？我看还是作画好。皇上，本宫听说叶帝师跟天下第一丹青大师江南沐雨的丹青不相上下，那叶姑娘身为叶帝师的女儿，想来她的丹青必定也是很好的。听到这话，皇上下意识看向叶若曦。朕同意，不知叶姑娘意下如何？咋的？我还能抗旨不成啊？皇上，臣女同意。听到他同意，陆兰芝整个人欣喜若狂。这下他一定会在整个宴会上大放异彩，皇上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的。叶兰晨这会儿站在皇上隔壁，不放心的低声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，当年叶帝师好像吐槽过他女儿琴棋书画没有一样擅长的。”皇上显然一愣，好像也想起这件事儿。
那可如何是好？七皇子，你多虑了。叶兰晨深深看了陆逸轩一眼，随后又看向叶若曦一脸淡定的模样，才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。从考上状元，再到神医鬼手，每一个身份都让他很震惊。是我多虑了。这女人估计还会给我带来更多惊喜。这次丹青以塑画为主，1炷香的时间，画得又快又好者胜出。准备好颜料，黄公公宣布开始，各位千金便开始提笔作画。陆兰芝信心十足，然而她刚画好框架，天哪，她竟然这么快画好了！叶小姐该不会是不会画，然后装不下去了吧？叶若曦对此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对皇上说了句画好了，便坐了下来。那几个没事找事的人见时间有限，便也不好继续取笑他，认真将自己的画给画好。1炷香的功夫很快就过去，皇上带着叶兰晨走过去欣赏。叶若曦第一个画好，按理是先看他的，可皇上有意想逗一下叶兰晨，便从最后的位置开始看到陆兰芝画的那是一棵常青树山水图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画得如此神韵，可见确实有点天赋。但皇上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，可一时间也想不出来缺了啥。看完了陆兰芝的一对比，发现前面的的确还是陆兰芝的更胜一筹。然而当他跟叶兰晨看到叶若曦的画时，两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下一秒皇上直接笑出声来。不愧是帝师之女，这丹青可真的是青出于蓝呐！朕宣布此局叶姑娘胜。皇上，你不能因为她是叶帝师的女儿，便给她搞特殊啊！她明明什么都不懂，她怎么？你这是在怀疑朕的眼光？臣女不敢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既然你宣布叶姑娘获胜，那请你将画呈现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吧。毕竟要让其他人说得心服口服。黄公公，拿起来让大家看看。黄公公将画拿起来，众人一看，全场鸦雀无声。画面上，皇上坐在那里，叶兰晨笔直地站在一旁，皇上的表情是微微一愣，叶兰晨则是眼里满是担忧。这幅画将两人的微表情画得异常生动，如果不是知道这是一幅画，远远看去还真的会以为那是皇上坐在那儿。诸位可输得心服口服。皇上是真的被这位皇嫂给折服了，彻底服了。没想到叶姑娘的丹青如此好，众人赶紧附和着皇上。哎呀，没想到叶姑娘画得如此好啊！哎呀，是呀，真不愧是帝师之女。怎么会？叶若曦的丹青怎么可能会在我之上？这不可能！我可是江南沐雨的关外弟子，怎么会输给一个琴棋书画样样不行的嫡女呢？叶若曦画完画就想溜了，奈何皇上这里他不好马上溜。这会儿见大家都还沉浸在震惊中，他也懒得管了，跟皇上道了声身体不适便离开了。然而他还没走几步，叶兰晨追了过来，记得晚上到山庄来。那你好好等着啊！做梦啊你！我可是要嫁人的人，怎么可能还主动跑进狼窝呢？既然你要等，那好好等吧。叶兰晨在山庄等了一宿都没见到人，派人去查，叶若曦就像失踪了一样，连叶府都没回去过。问小桃桃，爹爹，除非娘自己出现，不然我们谁都找不到她。这女人又在玩欲擒故纵了。京城生意火爆的怡红院，叶若曦一身男装，正抱着两个穿着清凉的美人喝果汁儿，对面一个美人在抚琴，还有两个美人在跳舞。这歌舞升平的惬意让叶若曦沉浸其中。小樱桃过来见状，得亏娘不是男的，不然呢必定妥妥一个大渣男。叶若曦也是有分寸的，看到闺女过来，示意他们出去。宝贝，今日怎么过来啦？那七皇子都快将京城翻了个遍了，也不知道娘为何突然躲起来。哎呀，不用管他，娘可是即将成婚的人，可不能给你后爹戴帽子。小樱桃听到这话，莫名想笑。要是成婚当天，娘知道这杨家嫡子便是七皇子，那表情会有多精彩？小樱桃还是决定拭目以待。那娘，这个呢是我新制的毒药，你拿来防身，只要沾上就会惹来无数的蛇虫鼠蚁。哎呦，这大宝贝的制毒本事是越来越强了。哎，有空多做点，这玩意儿老值钱了。娘，多做点自然没问题，但前提你得先将解药做出来。
闺女，所以你将药给娘，只是想让我将解药支出来，让我防身，只是顺带。娘，我可没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支不出解药，想着来请教娘的，所以娘，你有空帮我支一下哈，我现在去大批量制药，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说完，漏风的小棉袄直接逃之夭夭。晚上，阎王阁。阎王阁是东来国最大的杀手阁，这里有个接单榜，要买谁的命，明码标价写在这里，有能力都可以过来接单。一名戴着鬼面具的人来到阎王阁。阁主，你来的正好，在下有要事禀告。何事？今日有人下单，那叶帝师嫡次子的一条腿，出价2000两。什么？2000两？这下单的人误谁的？2000两可是杀手阁最低的起步价，还是叶帝师的嫡次子。阁主，那这张单不接，没有2万两，让他自己去砍。闻言，猪头管事赶紧拿着单子退下，留下鬼脸面具在那里坐台。这时，一名穿着黑袍、戴着一张银色面具的男子走了进来，帮我查陆尚书的嫡子陆逸轩这6年来的所有事儿。听到这话，鬼脸面具下的俏脸顿时微微紧绷起来，深深看了眼前的男子一眼，而对方与他眼睛对上那一刻，眼眸一顿，鬼脸面具赶紧低下头，拿过银票，3日后过来取。说完，鬼脸面具察觉到对方离开了，这才抬起头，竟然是叶兰晨。他查陆逸轩做事，管他的呢，反正有银子，给他一些信息又如何？便飞身前往城尾的方向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身后还跟着一个尾巴。鬼脸面具飞身到一间屋顶，拿出瓦片，然后拿出一个小瓶子，将里面的东西倒了下去。不到半刻钟，来人呐！救命啊！鬼脸面具低头一看，顿时有些头皮发麻。大宝这药真的是绝了！一屋子的虫子，屋里涌出很多护卫，利用各种东西驱赶那些虫子。可虫子不仅没少，还越来越多。这个时候，鬼脸面具从天而降，手里拿着一支药，对着那虫子就喷过去。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那一屋子的虫子全部倒下了。兄弟，先别哭，这虫估计还会过来。我这药对杀虫效果可好了，你要不要买啊？2万两一支。买，我要10支。管家，拿银子过来，快啊！拿了银子，放了10支杀虫药，很快便消失不见。后面紧跟的黑衣男子看到突然消失的身影，顿时眉头蹙紧，四周看了下，找准了方向飞过去。突然，四周飞来无数支银针，男子直接掏出软件抵御。我靠，不愧是战神啊，这身手也太帅了！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人已经飞到他面前了。还不算蠢吗？能知道我跟踪你？鬼脸面具人听到这话，直接破音：“你说谁蠢了？完了，好像暴露了！赶紧溜！”叶兰晨在他准备逃的瞬间，将人直接扛了起来。叶兰晨，你放开我！太吵了，闭嘴！叶兰晨嫌弃的点了他的哑穴。叶若曦气得想挣扎，可对方那手竟然直接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。安分点儿。有风啊，这男的有毒啊！一直回到七皇子府，叶若曦被扔到那大床上，哑穴才被打开。哼，叶兰晨，你死定了！我要让你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。说完，叶若曦直接一卷被子闭眼睡觉。闭着眼睛的叶若曦气得不行，没想到叶兰晨竟直接识破自己的身份。这么多年，阎王阁阁主的身份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，就这么被轻易识破了，这不合理啊！这难道？叶兰晨，你是不是爱惨我了？所以一直跟踪我。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懂。我睡会儿，别吵我。叶若曦不等叶兰晨回话，便闭上了双眼。这时，门外响起急切的敲门声，叶兰晨快步走了出来。七爷，不好了，太妃发病，陷入昏迷了，马上带李太医进宫。叶兰晨迈着步子，刚准备飞身离开。哎，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叶兰晨这才猛地想起，叶若曦可是神医鬼手。叶若曦刚准备飞身跟上去，突然妖姬被叶兰晨揽住，但很快叶兰晨将她放到马背上，叶兰晨就这么骑着马，带她直奔太妃的寝宫门口。进入寝宫，太后听到动静走了出来，看到叶兰晨，晨儿，可有将李太医带
回来。姨母，若曦懂医术，让她给母妃看看。你便是若曦，太好了！你快随姨母进来，给你母妃瞧瞧。太后对叶兰晨的话没有一丝质疑，二话不说便将叶若曦拉进内室。一进去便看到毫无血色的太妃娘娘躺在梨花大木床上。叶若曦很快把完脉，然后看向太后。太后娘娘，太妃是中了傀儡蛊，对方催动了母蛊，想来是想控制住太妃。什么傀儡蛊？我现在要马上将子蛊取出去，还请太后娘娘移步到外面。好，若曦，你一定要救你的母妃呀，不能让她出事啊！母妃？太后一定是太紧张，连话都说错了。这般想着，她没再多说什么，应了一声好，便坐下来为太妃取蛊。一个时辰后，一颗暗红色指甲面大小的虫子被装在一个透明瓶子里。太后娘娘，可以进来了。听到声音的太后和叶兰晨同时走了进来。母妃如何了？若曦，可有顺利将蛊虫取出？放心吧，蛊虫已经取出来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太妃便能醒过来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若曦丫头，今夜幸好有你，明日一早我便让皇上给你重重打赏。叶兰晨过去看到太妃脉象平稳，原本苍白的脸色这会儿已经恢复了一点血色，心中的担忧松下了不少。看到叶若曦额角都是汗，赶紧拿起一张手帕给她擦额角的汗。我先送你去隔壁偏殿休息一下，等母妃前来我喊你。哦，对，丫头，你先去休息一下，这取蛊肯定费了不少精力，得好好休息。半个时辰以后把这个喂太妃吃了，如果有发烧的迹象，马上喊我。好。叶若曦去隔壁偏殿躺下，却没多久便被叶兰晨紧张的声音喊醒。若曦，快去看看我母妃。叶若曦猛地睁开眼睛，都无需叶兰晨多说，便撑起来飞奔过去。看到地上的黑血，叶若曦瞳孔一缩。姐姐，你醒醒啊，姐姐，你不能丢下我，你说过的，你要护我一辈子的，姐姐，你醒醒啊！七皇子，带太后出去。太后，我们先出去。叶兰晨强忍着内心揪痛，将太后拉了出去。叶若曦在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拿出匕首，在自己的手臂划过，将血滴在太妃嘴里。她的血不仅能解百毒，还能让仅有一口气的人重塑筋脉，这是她穿越来到古代唯一的金手指。不过她血能救人的事儿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3个孩子都不曾说过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她绝对不会用这唯一的金手指。至于她为何会毫不犹豫救太妃，那是因为太妃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敬重的女将军。